进 H200晶片，也就是大陆政府很明确释放一个讯号，就是说，你这个 NVIDIA， 你这个 Number Two 上面还有一个 Blackwell， 你这个 Number Two 哈，我不需要，你不要这个时候来搅局，把我这个中国本土晶片发展的这个机会你看我的东西快做出来了，你就把你东西大量放出来，让我的东西没有买家，后继无力。所以我讲最主要是两个讯息，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不需要你这个晶片，最重要是这个讯息。第二个就是说，也告诉美国说，你这个科技战你已经到尾声了，你这个最先进的第二 Number Two 的东西我自己有了，不用你我也可以 survive， 不是非你不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海关当局这个星期告知报关行，说 NVIDIA 的 H200人工智慧晶片呢不准进入到中国大陆。但是路透社无法确认上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指示是不是适用于先前已经下定的 H200晶片，还是说从这个禁令之后只针对新的订单来下达禁令。美国科技新闻媒体The Information 呢，昨天就引述了2名知情人士的话，他们报道说，中方政府在这个礼拜告知部分的科技公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批准他们所采购的辉达 H200。那比如说用在哪些地方呢？大学研究之用，那就可以放心。北京先前已经端出了一份这个 H200的用户名单现在却又传出说要禁止 H200进到大陆的决定。大使，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这2天有一些分析也看到说，并不是全禁，那它的调控的一个思维是什么？我想最主要就是不要影响到中国本土的这个 AI 晶片的发展那因为你 AI 晶片你要能够发展的话，你要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投入你研发出来了，结果大的用户都说对不起，我已经买了 H200了，你寒武纪也好，你华为也好，这芯片卖给谁？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当然是以保护本土的这个 AI 芯片来作为第一考量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进 H200晶片，也就是大陆政府很明确释放一个讯号，就是说，你这个 NVIDIA， 你这个 Number Two 上面还有一个 Blackwell， 你这个 Number Two 我不需要。对，你不要这个时候来搅局，把我这个中国本土晶片发展的这个机会你看我的东西快做出来了，你就把你东西大量放出来，让我的东西没有买家，后继无力。所以我讲最主要是两个讯息，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不需要你这个晶片，最重要是这个讯息。第二个就是说，也告诉美国说，你这个科技战你已经到尾声了，你这个最先进的第二 Number Two 的东西我自己有了，不用你我也可以 survive， 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海关已经通知了这个所有的进口商不准进来。对。这讲得很清楚。你觉得跟先前这个辉达不是有提出说要全额先预付，就把之后不是分期的，而是你一次付的这个当做一个谈判手段？那就是说他自己掌握的情报不够精确吧？也大概也没有预计到中国大陆就告诉你就说不能进来了。因为你这个都是库存货对你这些都是你库存，你销库存，你还跟我要求这个要求呢？你卖别人算了。后来有改过，到时候付定金也可以。付定金也可以，对不对？改了嘛。现在飞达钱赚不到，川普也有7.9亿美金赚不到因为他有出口税美国政府宪法明定不能固定出口税，你出口1块钱你要拿2毛5分给我，这什么政府？不适用于川普。那川普就跟你要对不对 ？AMD 的时候只收了 AMD， 因为它那个是所谓特用，不是通用的，那个也是 AI 晶片，所以他给他收了15%。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最大的一个讯息，我想让美国的科技界、全世界科技界，大家会很震惊的，就是说，哇 ，H200你不需要，对，那你自己有是不是？那我也不要告诉我有没有，我反正不需要，就表示我不需要嘛。对，不需要就表示自己有能力，自己靠自己嘛。那钱不必要，你美国不必拿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对于这个整个美国科技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啦。因为美国
这个对中国大陆科技在一个芯片上，它两个不可能。第一个，让你买不到，先让你买了，过来还有一个让你做不出来，对不对？那你现在让你买得到，结果你不要，意思说你做得出来吗？那你对中国大陆过去所有的晶片设备的这种打压，看起来没奏效啊。对，要不然中国芯片制造设备自己做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用各种方式啊，用这个所谓不是用所谓的这个算力，而是用运算的方式来解决算力的不足了。反正大陆想出解方，刚才提到有解决办法了嘛？就是这样。对，就是这个能源的供应啊，就是说，当你依赖习惯之后呢，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可是其实坦白说，你就必须要先想想这个因应解决之道啊。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媒体啊，新通社公众号，他们最近也发文，他们分析了说，这次美方松绑 H200到大陆，暗藏着3重算计哈。哪3重呢？第一重就是呢，基于大陆500亿美元规模的 AI 市场，这个饼很大。那透过25%的交易抽成呢，也能够对美国的财政啊，这个会有很大的益助。那光是辉达单季度中国区的收入，就可能为美国带来7.5亿美元的红利。第二重算计呢，是为辉达这些企业来纾困，因为先前的出口禁令让这些科技巨擘啊错失了关键市场。现在开放销售的话，可以挽回一些，至少这个营收上面啊，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可以补回来。第三呢，是试图用技术供应来麻痹中国大陆企业的自主研发意志，延续美国在晶片领域的话语权。陆老师怎么看新通社这个分析？只有一点他讲的不对，就是纾困替辉达来纾困这个用语比较不恰当了，因为辉达目前是全世界最会赚钱、市值最高的公司，你不能用纾困来形容它，只能说它减少它去年因为55亿美金的那个订单的损失，希望减少损失了，你不能用纾困辉达来作为理由，这个全世界人家没有人听得进去。但其他2个理由也讲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尤其是第3个理由。对，第3个理由是最好，就是说辉达要用它整个技术供应链，来让大陆的企业的自主研发意识来降低，这一点很重要。刚刚介大使有讲，目前中国大陆在晶片研发，华为跟寒武纪是 Tier 1，就第一间。那么他们还有 GPU 4小龙还有什么木犀啦、穗源啦、天数智新啊、必刃科技，尤其木星最近刚挂牌的时候，第一天就上涨700%，不得了。前2个礼拜又挂牌一个摩尔县城，也是一挂牌就上，所以表示中国大陆对 AI 的晶片这个非常的疯狂。那这一部分他们研发也加大力道。那如果辉达的这个 H200就是次高阶的这个晶片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它的确可以让中国大陆在 AI 的供应链方面，就是它整个的生态链上面有取得优势。对，因为我们知道你卖一个晶片，不是只有那个晶片。你要用CUDA那个系统软体才能够操作，你还有那个硬体设备也要配合。那软体、硬体要配合，还要有先进的封装，还有辉达的晶片，你还要跟超高频 HBM 的结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那如果辉达能够把这个生态系卖到中国大陆的话，那中国大陆有50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在 AI 市场里面，那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那当然辉达不会放弃这市场，对，他卖过去啊，对他来讲，不只是他在企业营收上有他的获利，不止美国政府可以抽税，那他最主要，他抢占中国 AI 市场的生态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 H200如果因为禁令的关系，那不管是先前的，有没有包括先前的，或者现在之后的，问题就回到了黄仁勋的身上。好，你觉得他会想怎么样来因应呢？我觉得黄仁勋还是会想尽各种办法。以美国合规的方式把它的晶片卖到大陆去。做生意的人永远不会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因为 AI 市场的确是除了美国，中国是除了美国以外 AI 最大的市场，而且是2个这个最竞争的市场。那如果辉达的晶片如果能够卖到中国，我相信对辉达是有很注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很多的中国的科技业者是透过其他的私下管道去取得。NVIDIA 的，就说虽然没有直接，可是用间接的方式，譬如说透过新加坡啦，还是透过哪里去取得了 NVIDIA，因为
NVIDIA 的晶片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在 AI 里面没有人无人可敌嘛。虽然 AMD积极追赶，但是目前它还是最领先的，否则它怎么会有只有4.5兆美金，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所以黄仁勋又要再发挥他这个长袖善舞的能力，要来说服，特别是要说服川普，要说服川普，而且不只是说服美方哈，还要说服中方这一边。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其实美国的这个 BIS 啊，就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也规定哈，所辉达这些晶片在出口到中国大陆之前，必须要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审查晶片的 AI 技术能力。那销往中国大陆的晶片数量呢，也不能够超过辉达给美国客户总量的50%。另外呢，在去年12月啊，其实美国与8个盟友共同推动的这个系和平倡议啊，川普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建立国家层级的 AI 政策框架，而且表示呢，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大陆轻易的在 AI 竞赛中追上美国。半导体跟 AI 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它的分析师就指出呢 ，H200事件反映出了一种仍然在华府内部争论不休的校准式围堵策略。美国在历经了拜登政府那整个围堵之后呢，发现呢其实是无效的哈。但是要如何维持在科技上现在所剩不多的 AI 领先地位？那这次的 H200，大家也认为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啊，季老师。其实我觉得就 AI 的算力来讲，整体的算力来讲，美国目前还是领先中国颇多啦。因为现在有个统计，就是说以 H100等级的算力来讲，美国大概的算力大概是112万颗等效算力，那中国大陆大概23万颗，那欧盟是7.6万颗。所以美国其实在这种大型模型训练啊，或者是比如说更高端的军事上的 AI 等等，它其实还是比中国大陆拥有相当的优势。但是中国大陆掐住了一点，因为比如说你这些军用以后 AI 要军用，它不可能接个电线嘛，它要靠电池。高效的电池，那偏偏高效的电池现在美国被中国大陆掐住，因为美国军方自己都承认了，在目前美军的武器系统当中，有6000种跟电池相关的零组件，蛮依赖中国大陆的。那特别是以后他们在发展的磷酸铁 LFP 这种电池，很不幸，中国大陆市占率99%，关键零组件的产能90%。换句话说，没有错，以后美军可能会有强大的算力，但是当我这些在前线的这些系统需要用电池来确保这个算力的时候，这个电池反而掐在中国大陆手上。那美国虽然是有这些原料，但是因为美国的法规、环保法规，让他没办法开采。然后就算是川普现在想要做，他们估计大概花5年可以建立产能，但是你要像中国大陆一样，那个产业链要出来，时间更久。所以是说，虽然算力部分美国有优势，但是在战场上运用的时候，中国大陆又掐住了它的关键节，而且掐住了正好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关键节，对，没有想到在这个大机器的当中，那个关键的小螺丝钉，却是能够左右这个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中国大陆的科技龙头，也就是华为啊，最近接连向外界展示了一连串的黑科技，让业界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啊。那有哪些黑科技呢？像是最新的手机 Mate 80系列，他们采取的就是麒麟9030的处理器。另外，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呢，也传闻这个处理器就是它的制程等同于3奈米的制程，但是呢，考量目前大陆在光科技技术上受到了限制所以一般外界推估说，大概可能是指向是中芯第2代用7奈米制程所做出来的最新晶片。而除了硬体之外呢，在软体方面呢，华为呢也在11月21号正式发表了 AI 容器软体，叫 Flex AI。AI 容器软体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装着 AI 应用的智慧盒子可以方便快速部署这个 AI 的算力。而目前呢，业界在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大概只有30%到40%。Flex AI 呢，号称是可以透过算力切分的技术，把单张
GPU 算力卡精准切分，那么把这个呢实现单卡同时就一张卡就可以同时承载多个 AI 的工作，让算力的资源平均利用率再提升30%所以算是大幅的提升。那现在软硬体都有新的技术的展现跟突破，其实要表达的是不是就是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哈？之前就像大家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呢，你是封不住的。好，那现在聂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麒麟9030的处理器真的，现在外界都觉得怎么做出来的哈？因为号称是用3奈米的这个制程，但是到底突破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很多东西啊，中国所做的东西太神秘，你要我马上讲得很深，还真的非常难。即便我们被很多人认定我们在大陆的研究蛮多，不管从经济从科技角度哈。我们先讲一下，中国为了要推它的这个晶片啊，用了多少心力？你想想看，2001年当时台湾的张如京有没有带着台湾的团队到了浦东去做了中芯半导体？对。也号称要打造国际晶片，打了20多年。请问这个2000到现在25年了，做了什么？还是不到成功。但是它有水位的提升。那中国它的整个变脸，是因为它后来赚足了全世界的外贸财嘛。外存从1兆、2兆、3兆、4兆，大家知道2006年1兆，2009年2兆，2011年3兆，2014年4兆有钱人使鬼推磨，它开始扎了所谓的2014开始新上来的红色供应链2003到2014中的工业4.0。最重要，他们已经把眼睛开始雪亮去做科技的基金的研发的技术，单晶一期计划2014年，单晶一期计划2期计划2019年，3期计划2324年。各位去看一下，他们有些没达标，因为没达标，一些高层就被下马，因为贪污官吏还是在里面。可他们真正上层，真正亦步亦趋的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神秘就很可怕。你要知道，美国在矽谷的科技，它已经很多创新事业已经到了一定水位，可它成长还是有比较慢。中国是突然在往上的，就跟它在2002年到2014年的经济成长一样。你知道这个很可怕，到所有的科技都突然出现。我先讲一下，他们的经济有所谓的5规划，大家都知道，以前叫5计划，从11.5到5规划，现在15规划。第二个，他们所有的科技，它更严峻的去规划未来。最重要一个文本就是《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它有10大领域的未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未来资讯科技 AI 5G， 它叫新一代讯息。我要讲的，它只讲2个话，叫做工业化、资讯化。那你讲说它到底有没有未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它已经传出好多次要3奈米下，但是都太难做到，一次又一次。我就举例这个麒麟好了，你讲这个麒麟这个9030，其实啊，你记不记得在2年前，2023年而已，在 Nancy Pelosi 来台湾的2022年隔年，他们商务部长到了大陆去做了一件事，他要求带着这个使命说，要求中国不能再发展科技，你太快了，影响到我们国安。结果才一去，人家送他一个 Pro Max 多少60。他当场吓到，带回美国拆开，技术哪来的？开始用这个来封锁中国。为什么他还能拿到这些东西？有没有？去年 Mate 70，这个他配上 Mate 80，所以你告诉我有没有？我认为就是 yes 了啦。它3年进程要快，很快了啦，就不断在突破，不但突破，而且突破到你会吓到。但是这个奈米制程的确是太可怕，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台积电是在1987年啊，张忠谋来的时候1984、85，那时候是2年后才跟人家搞入台湾基础电路，但也好几10年才有今天。而且我们最主要台湾在扎半导体是在1980年代所种的重基，不是它在2014才开始。我们是有那么长的血缘历史，也有这么完整的产业供应链。整个园区的布局，多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博士？那我们是那个年代读书，我同学学什么都读 computer science 都回来了。对，当然我以前是工学院的啦，我是土木工的工业，我在热血搞 AI 是传统的 AI。我必须说明，中国的这些东西会不断的突破提升，让你吓到。还有我讲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它的供应链结合也会帮你吓到，比如它的软体结合，包括它那个鸿蒙的操作，它跟那个鸿蒙的星河互联，去把它的所谓的鸿蒙的应用智能会做到。非常，我们讲说未来的算力还要很厉害，要高效、高速嘛，对不对？它的高速会越来越快，而且它的功耗呢会越来越小。对，我觉得它的厉害的地方还不是光它在突破这个地方，还是它其他产业供应链以及在所有在用电啊、功耗的地方的所有地方的加持。因此呢，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我们真的是要拭目以待，它还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您提到软体啊，其实华为最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 AI 容器软体啊 ，Flex AI 啊，它能够。把算力的利用率再提升30%，等于是在提升算力翻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当然，这个云端算力呢，现在是对标，就是辉达他们直接推出的是 Run AI， 现在呢华为有 Flex AI 哈，那就是相互来 PK 一下。当然，这个 Flex AI 呢，希望能够努力的去追赶甚至超越
辉达。所以讲到了这个美中在云端算力的竞争上面，看起来其实不只是企业自己在不断努力去突破，不断努力去提升，还有整体国家的力量在支撑啊。中美都是如此嘛？对，因为事实上，这个现在在 AI 上面有2块，一个是硬体这一块啊，对，就是所谓的晶片，AI 晶片，那这个是算力啊，代表的算力。那当然，现在麒麟这个升腾9030，它的算力不断在提升，可是跟美国的这个 NVIDIA 的算力啊，还是有一段距离。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双方差距的，就是算法的问题。也就是这些哈，不管是这种哈所谓的计算训练哈，或者是推理的软体，像 DeepSeek， 它当时一推出来以后，我记得当时的这个 NVIDIA 的股价跌掉了3000万以上啊，3000亿以上，多当场市值。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用它的算法，它不需要极大的算力，那成本就低很多。就是算力它另辟蹊径。对，那现在这个 AI 容体软体也是跟那个 DeepSeek 一样，它是算法上做改变，而且呢，它的包容力比较强，它等于说你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本来就是说你有算力，可是你在算法释出的时候，你就需要像这个 Flex AI 这样子的晶片这样子的软体。那这个软体现在就是说。NVIDIA 它的这个它的相关的这个容器软体AI 容器软体，它只能跟这个 NVIDIA 自己的晶片相容。可是呢，华为推出来这个新的 AI 容器软体它可以把辉达、升腾还有其他第三方的软体把它做一个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高效利用，也就是3种不同厂牌的软体，它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它可以把有效屏蔽各种不同算力这个晶片算力之间的差距。那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运用屏蔽的能力会使目前的各厂牌的这个所谓的晶片AI 晶片，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效能能够提升30%，也就是目前的来讲的话，你今天你的 AI 晶片大概透过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容器软体也这个差不多发挥它的整体的算力的30%。对，那现在这个华为的这个 AI 软体容器软体Flex AI， 它可以再把过去的利用率再提升1倍，就可以达到60%。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只是升腾软体的话，它跟这个NVIDIA 这个所谓的辉达的软体之间有50%中间的算力的差距。对。可是今天如果说升腾软体再加其他第三方软体加起来以后，运用这个 AI 容器软体这个华为软体它的算力就提升了。水平就是追上来了，所以本来差50%，它提升30%再提上来就追上来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是另辟蹊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不管这个华为这些大厂，它不但在晶片的算力上在下功夫，在相关的软体上它的算法上也在下功夫。对，所以就把软硬体之间的这个差距跟美方这边呢。拉到最近，就是刚刚讲说，透过软体的这个设计呢，让统筹跟分配算力，让它变成是算力极大化的一个效率。所以现在美方当然很担心的是科技力呢被中国大陆追上所以呢，现在在美方这边呢，看到彭博11月22号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针对是否允许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 AI 晶片展开这个初步的讨论。美国商务部也正在审查要不要变更禁止政策，但是强调说这个计划呢还是有可能会变来变去还是有一些调整。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前就一直在游说川普政府，希望能够暂时暂缓这个限制措施。辉达也表示呢，现在的措施让公司被迫退出全球的最大半导体市场中国大陆。如果 H200 能够获准出口，就会是向大幅松绑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大陆的 AI 所设下的贸易限制。好，简单来讲，我要问的是 H200 有可能解禁吗？它要考虑解禁的考量会有哪些？
其实H200就像刚刚这个介老师所讲的哦，其实是高阶算力哦，算力的高阶，然后呢也是最新最强的一代哦，然后它是这个全球呢这个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呢所必须要的。是。那现在中国因为被管制是没有嘛哈，所以呢我想 H200呢是美国掌握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业界的讲一句话，就是说 AI 呢是这个H200呢是 AI 时代的一个基础这个建设的一个晶片啊。我们知道基础建设最重要，没有这个算晶片，那就谈不上什么基础建设，就谈不到以后的工程跟建设哈。所以人家说谁掌握了 H200呢，谁就掌握了 AI 能力哦。那刚刚这个何龙你所提到的刚好是就美国有意要去解禁这个 H200哦，那我倒觉得他现在要解禁，那可能有几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哦，就是说最后的决策的细节，不是川普或是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因为他有一个既然的 AI 或是科技是现在美国的要去遏制中国的重中之重，所以他必须要有最终的决策细节，还有附带的条件，还有国会的回应哦。别忘记了国会其实有时候会撤走这一段，是因为既然是谁掌握了这个 H200，谁掌握了 AI 嘛，所以这个部分恐怕也是在国会是非常一个会交战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此外呢，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技术的产品呢，会一个解禁的行动。如果光只有 H200，那这样可能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以后就是一个解禁的一个连串不尽然哦。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否能够代表它的要不要大幅解禁呢？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呢，可能还是观察的哈。那第一个这个只是讲，但是官方呢还没有要承诺解禁哦。那他只是说所有方案有可能都会变动，还会变动。对啊，有可能变动。变动就是代表变数，所以我想说，我们也不用期待说一定判定会不会哈，而且呢，再加上它是不是针对性的解禁呢，而不是全面性的解除管制？那第三个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它要考虑的一个，尤其在 AI 它关键所在是国安、国家安全，还有技术领先跟供应链控制这三件事情如果一起考虑的话，我觉得 H200其实是很大的变数，因为要考虑国家安全要考虑技术领先考虑供应链的控制，所以我们从这上面去看的话，恐怕这个路这一条解禁之路是非常的漫长，而且是不定数性很高的。而且说这个美国想卖中国大陆，就算最后达成协议要卖 H200，绝对不可能是卖最新的，就是比照美规的这个最新的，一定是降规版的哈。可是就算要卖，那也得看中国大陆到时候让不让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句话说牵一发动全身刚才特别提到了安氏半导体这个争议呢，原本以为已经落幕了，但还想不到的就是没完没了哈。当然，这也让欧盟考虑开辟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就是限制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使用。根据彭博的报道呢，消息人士指称，欧盟执委会的副主席希望把2020年关于停止在行动网络所使用高风险供应商的建议，要转化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同时呢，还规定了如果不愿意配合的成员国，可能要面临所谓的侵权程序，还有财务罚则。另外，他们也要积极的劝说这些非欧盟的国家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商。如果这些国家把全球门户计划的资金用在和华为设备相关的专案，那么欧盟可能会拒绝提供资助。而欧盟执委会的科技事务发言人也强调说，他们的5G 网络安全对于未来欧洲的经济至关重要。大家都知道，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的就是 AI 时代AI 时代当然传输速度跟这个 AI 的基建基础建设大有关系所以这次当然华为设备又被拿出来当做另外一个要开战的战场，而且是针对华为主力的产品，就是 5G 通讯设备那所以倩姐觉得这是欧洲在创造一个战场，创造一个筹码，还是说他们也看到了未来 AI 在基建这一块他们可能的劣势？事实上呢，华为或者是它所代表的整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里面，现在有3项在全球是领先的。所以你智慧通讯，那智慧通讯就会跟未来的智能制造什么连在一起。第二个呢就是绿色环保相关的。第三个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是 AI 跟量子。那这3个在中国大陆都有一个很大的领先优势，所以过去的欧洲，他可能会想说，我就用我现有的优势，因为我还是买主今天我买的是旧的华为，那我现在5G 的华为我不要，他可以用他的旧有的优势呢，去主导未来的方向。
殊不知，中国大陆在这3个大的领域上面呢，它已经完全有一个另外另辟蹊径的另外的系统。那对于欧洲来讲，它的决定就是说，好，这东西已经发展了、成熟了、实验了，在现地上面已经有现地的落地了，是，而且它的性价比很高。那我要不要？我如果不要的话，我就要全部从头来。从我的研发、制造、财务成本上面，我就要从头来算一遍。对，所以我觉得看5G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家记得华为它一开头在那个通讯服务上面，它不是在手机厉害，它是那个 base station， 就是那些给通讯产业的人所提供的那些地方厉害，因为它不但是往后可以共融，它可以往前共融。就是说，以前我们说我4G 的我可以往3G可以连在一起容易，可是我4G 的要去能够跟未来的5G 连，要跟再后来的6G 连，华为是在这些地方最好的，都是 infrastructure， 而且都是跟未来可以连的，就是它整个设计里面它就设计好可以跟未来相融。那其他的不跟未来相融的话，你就要全部重做。你记得我们台湾以前开始有这个手机的时候，你换代就要全部重做你的基地台嘛。对。那华为它的优点就是它 forward compatible。那今天如果说欧洲说，哎，我就是不要买他们的，那你就要去买替代的。那你替代的不但是你要替代今天的，你还要去替代明天的。你每一次换代的时候，你可能都有新的大的成本。那这也是为什么你今天去看啊，华为现在说我的基地台啊、基础设备啊、我的手机跟相关的 application， 它的智慧财产的 license 都是用亿来算的，27亿、14亿，它的那个数量都非常大，因为它让使用者很容易的可以进入下一代。好，那现在如果我们今天华为真的不要用了，那就是第一，没有人去承担这个成本；第二个，你会延缓你的实行。等到他们真正用别人替代的5D 玩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6G 已经好了。对，因为今年在15里面已经把6G 就放在台面上了，所以你就永远要落后的这样一个欧洲，大家甘心吗？就是欧洲国家甘心不甘心？您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所以现在欧美方面，特别是美国特别用卫星来做一个替代，怎么看？卫星本来就是一个可能的替代，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卫星在各个国家也会有它的安全疑虑啊。没错，它有一个稳定性的疑虑，那是某一种的安全疑虑，另外一个是安全疑虑啊，这2个都是就是国家安全疑虑，这2个都还是存在的。所以某些国家也许可以作为选择，对于其他的国家就不是一个选择，并且呢，对于比较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讲，更不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东西不只是华为的5G，其实我们还看到的是所有在数字革命、AI、Quantum 跟未来的卫星、绿色能源革命中间，凡是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够落地领先优势的产业中间，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给欧洲的国家的时候，欧洲的国家都得要想一想，我要不要从头做？从头做的时间、成本以及它的成功率、安全率都是需要算的。没错，这次也有分析啊，就认为说，其实欧洲应该是有备而来啊，但是到底准备了多少呢？这个彭博指出说，德国政府考虑要使用公共资金来支付德国电信还有其他电信业者加速的更换现有他们所使用的华为设备。那在德国啊，他们也算了一下，如果要整个更换华为设备的话，成本要超过20亿欧元，折合台币大约是711亿啊。电信营运商则必须要在2029年底之前，把所有大陆5G 的行动网络设备的关键营运相关的等等内容要完全排除在外，这些都是钱呐。那么都是，你看看德国政府说，那不惜花711亿台币要整个换掉，是这样，是在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一个思维吗？王老师怎么看？德国的政府他说他要拿钱来补贴德国电信，它因为更换华为5G 所衍生的额外费用、额外成本，这其实衍生出很多问题。第一个，你要拿谁的钱？他说是纳税人的钱。对了，政府花都纳税人的钱。好，那可是政府他每个预算都要分各个部门的，从哪个部门来？有人说可能会从国防部门来，因为这是国安问题。也有人说，德国会有那个基础建设的相关部门，从基建部门过来。好，换句话说，德国现在把方向定了，可是钱从哪里来？目前还在云端啊。厂商听了政府对他给他口头的保证，我们会从政府预算拨过来。可是万一
对不对？只要事情没有最后的确定，那总会有风险嘛。对，那德国电信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好，第二个就是说，那拿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没有意见？因为纳税人的钱，他会说你要更换设备，那是你电信商的事啊。为什么会拿大家的钱？为什么拿我？有些人会认为是电信商的事，那为什么要拿我的钱？那这个又在德国社会确实有些争论在。再来，电信商他自己 O 不 OK？ 因为电信商他已经有现在的，他成本已经花下去了，而且他说在华为的5G 相对便宜，而且很多人说好用。我们没用过，对，可靠性也很好。所以电信商要换到新的系统，不是不可以，像诺基亚的。可是万一它的稳定性不够怎么办？对，后面衍生的这些，不管是客户的这个抱怨，或者是成本的增加，德国政府不会再给你了。就那传输的品质啊，对，那就是你的。好，最后一个，还有就是那这些电信商的工会 O 不 OK？ 因为工会就觉得你老板就是在乱花钱嘛，钱应该分给我们当薪水的，结果你跑去更新那个已经有的设备，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德国的工会很强的，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现在报道很少看到德国工会的反应，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考虑。讲是这样讲啦，但最后怎么去做哈，实际真的会执行成效是如何啊？恐怕还有待观察。不过现在中方已经有回应哈，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建言反击，他就说这种在没有法律依据还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之下，用行政手段强行限制甚至禁止企业参与市场，是严重违反了市场原则以及公平竞争的规则啊。他也说呢，个别国家强行拆除或移除中方电信企业的优质安全设备，不但会延缓自身技术发展的进程，那会造成巨额的损失。另外呢，把经贸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会阻碍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损人又不利己。现在看来，北京这边。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北京会反制的。但是北京会如何针对华为的这些相关的电信设备啊，在欧洲这边遭遇到的困难，会如何来处置呢？如何反制？是我觉得自己强大，自身强大，这就是最好的。就您讲的底气。我说不好听，中国真的太厉害了，但就是因为它太厉害了，惹到了别人嘛，这么简单，树大招风。这件事情在2011年到2014年是演的最烈的时候。2012年，芝加哥有个学者说，中国再这样崛起，美国会疯狂，越崛起越疯狂。现在欧洲也跟着疯狂。我跟你讲哈，大家想想看，2011年发生什么事？那时候我刚好在另外一个友台讲了一个，就是那时候每个礼拜二10点，我正好讲的就是华为，还有另外叫中兴，绝对不能忽略掉中兴富国这家中兴，这两家一样的。当时还没有现在所谓手机玩到这么火热的时候，是路由器。那个路由器有没有？美国有几家快倒闭，他们要去收购奥巴马时期，全部呢要被收购之下，全部挡住。这跟2005年中海油去并他们的这个雪瑞丰一样的，那个 Unicom 76一样的，全部用国安理由。对，当时你要想到，当中国的那个 PC 市场在2005也是一样，那个联想去标 IBM 大部分的那个产业的时候，他们也只给他部分的嘛 PC 市场。这就是美国后来越来越怕中国的崛起，但是那时候还好，所以2011年就挡。就国安理由挡回去了，这两家持续发展。各位，你想想看，2018年3月22号丢出301法案的中美贸易战，就隔年发生什么事？我跟你讲，我那天在美国，我跟我学弟讲，这件事不是贸易战，就是科技战。而且几个月后，你会让我听到，就是中兴、华为会被锁喉。你看有没有发生？我跟你讲，我学弟可以证明非常清楚，因为那时候我讲得非常清楚。这样讲好了，你知道2019真的华为被当时是川普那个时候。那个脖子磕得很死，到2020年，拜登继续磕，甚至华为清单3波。各位，任正非2019讲了一些话，他说在2战的时候，一辆飞机啊，从头飞到底的时候被打了好多个这个千疮百孔，但他一样忍着飞到了目的地。任正非说，我们华为，我们有强大的实力，不管他们怎么打，我们一样飞到目的地。而国际友人，第一，我们成本低；第二，我们的品质好。这2个 P 嘛 ，Price Product， 还有一个。很重要，当然 quality 就是品质好，重要是我们的服务好。全球在的时候，已经全世界都签了这个5G、6G 的未来，刚刚讲的未来性的它的这个手机未来的服务。对，美国当然看不过去了嘛。我现在还在想，现在战机哈，6代战机不是美国还没有真正实验，中国的这个沈飞、陈飞，你知道这歼36、歼50都出现，以后不是手机是战斗机，美国都追不过，你知道吗？研发速度也正好是5、6代，就是5G、6G，它现在战机也是5代、6代，所以。讲到研发速度，中国是这样子的，
美国之前多强，看造船业多强，现在停滞，中国是一下超越了好几百倍。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欧盟也是一样。所以欧盟现在跟着也疯狂开始锁喉，我觉得他怎么锁得住呢？我这样讲哈，自身强大最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讲2001到2014？因为那时候发生太多事件，除了这个所谓的路由器的事件之后，2012讲的话之后，2013红色供应链，2014最重要是他们2013。当时川还有那个李克强到了德国去参加找人去参加汉诺威会议啊，这是美基数年参加会议，隔年跟中德签的工业4.0。当年定了一个叫做 China Creation 2025，在2015年写完这个文本，里面弄了2步走：工业化、科技化，以及到最后的10大未来推展。第一个就是新一代讯息，注意新一代讯息；第二个才是航太航空哦。新一代讯息就是5G、6G。2014他已经看到未来，所以那个时候你说华为有没有国家support？一定多少有。也就是他们看到国家未来，你会发现他们的3步走叫15写的25、35、45。如果你去看了文本，25要做到真的全世界认定它制造强国，35要说它是世界美国才能跟它比的强国，2045是世界第1强国。对，它的第2个百年梦，中国的见证百年梦嘛，就要在2049年达成，这不是他当时讲的非常清楚啊。所以我觉得哈，现在你说取而代之的主权国家，这个高一贤，我跟你讲，自己强大就有未来。所以当中国在2014年，我飞机每次去讲学到安徽啊，到上海去的时候，每次看到飞机场只有2个很大字叫 China Creation。我当时真的在安徽财大跟那个院长说，哎，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正在推所谓的科技未来。你看现在11年了，真的只有政策下放，甚至教育扎根呐。你知道我上礼拜去南京，他们的教育现在也是跨领域结合哦。我们财经系已经在大陆已经对岸落伍了，到第10几名。台湾还是前3名。老师这个分析其实让我想到，真可怕，像是我们在下棋一样哈，就是有一句话说呢，你的开棋的这个棋局哈，就是开棋的布局决定了最终的结局。最近大家看到了华为推出了最新款的笔记型电脑 MateBook Pro， 搭载自行设计的5奈米麒麟X90晶片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而科技媒体 Fonarina 就报道说呢，由于这个中芯半导体无法取得 EUV 基台，代表麒麟 X90呢可能是透过不断改良 DUV 的基台所生产出来的。而在传闻当中也说中芯目前呢每个月能够生产3000片的5奈米晶圆，但是特别点出了它的良率不够高，只有20%左右。可是外界现在看到实际的状况，就是华为 X90这个麒麟晶片呢突破了5奈米技术大关外媒也不断的就是针对它的良率，说就是只有20%，但是大家也听到了不同的说法，就是有可能有高达82%，甚至是呢都已经符合标准有这个过了这个门槛了，但实际状况是如何？倩姐了解是？我们对良率的考量，当然是在产业跟企业获利上面的考量。是台积电厉害的就是它良率很高，所以良率考量是一个产业跟企业的考量。但是对于一个战略跟安全的考量来说，是你有还是没有？是0到1的考量。对，所以今天它可以做到1了。那它的良率很低的话，就是要浪费很多钱嘛。只是说它要花更多的钱去制造，但是它有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企业的考量是不一样的。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我们目前看到中国大陆在每一个地方呢，都是很像我们传统经济学里面的。今天你这个行业你要卡我的脖子，我们就分散的到处大家都去研发，就好像一开头有那个互联网的时候，有很多的小公司大量的去研发，市场上大打特打，有些会失败，有些会血本无归，最后赢的就是卷完了以后赢的会引领未来的潮流。所以你在大陆尤其是华为，我们就光看华为，它这几次的这些升级，从开始有鸿蒙开始，它一开头的时候就建立在它有极为庞大的 install base， 用的人很多，所以他一开头说我就很快就可以有9亿就他一开头说的是4亿了，然后一开头大家说怎么可能4亿呢？4亿是个多可怕的数字，但是它可以从升级，然后它有非常大量的使用者的部分呢，它很快就达到了它的经济规模，然后创造了很多的开发商。使得它这个平台呢成为一个非常活络的，在我们通讯上面来看，就是从1到7层每一层都非常活络。好，那现在你仔细光去看这个晶片的话，一开头它最近所说的都是在制程上面赢的，
啊，就是说也许我没有5奈米，没有像现在台积电更厉害的3奈米，可是它在非光学技术、多重图案化的这些地方呢，它在制程上赢了。那接下来我觉得会看得到的是，过去中国大陆从我们刚刚讲的战机一样，都是从这西方的技术路径从后面跟着走。那成飞的歼十啊，现在回去讲，它的歼十现在已经歼10C很厉害，它一开头呢就是自主研发的。它没有跟着别人的技术路径走。那我们现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看到的消息，包含了哈工大它在曝光机心脏的那个 EUV 的光源技术，浙大它有一个叫做无眼膜的，就是不用覆膜的这个光刻机。然后现在看到的深圳的新凯来，你会发现它在各个地方不同的发展，每个地方可能发展一个小的部门或者一个小的部件，可是它联合起来以后呢，我认为会有一个新的技术路径。那这个路径我们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些蓝图了，譬如说，现在中国发展了很多的新的光刻机是不用用中间不用用那种高阶气体的，它完全是固态的。那么这些新的路径呢，就会使得你任何形式的卡脖子，因为美国已经卡到底了，你的成品不能卖，你的这个前面的制造的这个机具不能卖，你中间的维修保养不能卖的，这整一套对于过去的结构的卡脖子的作为呢，将会完全无用武之地。所以如果鸿蒙做不到，应该没有人做得到，所以我们很乐观其成的认为，鸿蒙是可以突破这些技术的卡脖子，因为不是鸿蒙一个公司，是各个部门、各个研发的机构、各个的大学，有很多很多的工业人才都在齐心合力的要突破这个最后的关口。就像一开头的时候，那个大飞机，大家说哦，919不是自己的那个发动机。很快就会过了，一下子就可以冲破，因为全部的人集中力量来办大事的这种分散性的研发，可是集中性的成果呢，会在很短的时间让我们看到。就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刚才倩倩点出一个重点哈，就战略来看的话，它跟商业又不一样，它是0与1的问题哈，就是要有才是最重要的啊。那当然，在推出这个麒麟 X90晶片之后呢，华为现在还传出已经启动了3奈米晶片研发。采用的是 GAA 环绕栅极技术，还有2维材料，预计在2026年呢要量产。大陆的用语是流片，就是说像流水线一样的会生产，开始量产。那同时呢，基于碳奈米管的这个3奈米碳基晶片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认证，正在中芯国际进行产线适配的过程当中。好，现在看到一边推出了5奈米晶片，一边开始又启动3奈米的研发哈。所以华为的晶片战略似乎是非常的清楚。陆老师继续的要请您带我们来深入的分析一下。华为它最主要精神就是要去美国化，就是要没有任何美国的技术在里面，它也能够生产，从 IC 设计到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所以它其实现在目前已经可以做到了。因为它的封装测试都是过去委托我们台湾的公司来做，现在不需要了，它自己做了。像它这次的5奈米是中芯国际的 N+2，再加上长电这个科技的4奈米，所以有人说是7奈米，但是他们说这是5奈米，而是由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特别宣布的。我们想应该有它的特别意义。诚如刚刚倩姐讲的，就是说这个从0到有，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没有用 EUV， 可以用 DUV 这个旧的机台做出这个5奈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样的封锁之下，它从2019年被制裁到现在，它依然能够存活，这个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而且它在持续在扩大它的努力。虽然中间它曾经有透过，他们有曾经透过一个所谓的空壳公司啊，我还记得叫中国的算能科技来跟台积电买台积电的晶片，有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台积电呢后来赶快就喊停了，不敢再卖给他了。那美国这个媒体也一度传说，好像要制裁台积电这件事，至少罚他10亿美金以上的这个罚款。所以证明就是说，华为它即使在这个重重的封锁卡脖子之下，它能依然走出它自己的路。这就是美国要思考的说，我们这样的持续的制裁封锁下去，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对。但是在此时呢？昨天美国又发布了新的讯息，要对 EDA 也要制裁，就是不准任何的 EDA 厂商对卖给中国的厂商，全面的给你封锁，全面封锁。那像包括这个
那 Candice 的这个易华科技啊，还有这个新思科技啊，还有西门子的这个也都不准再卖给中国任何厂商。那我们的公司也是担任独董公司，我们也曾经为了这 EDA tool 也是每一年要花一堆钱，向美国的软体公司去购买他们的软体，我们才能做 ASIC 的这个设计。所以这方面是很重要。但是大陆也没有这种公司，有啊，大陆有很多公司啊。而且还上市了，大陆大概有100多家做 EDA 的这个公司啦，啊，那其中像什么华大九天啦、广利维啦、盖伦电子这些都是他们 EDA， 所以美国如果制裁结果又让这些公司如果再壮大的话，那符不符合美国的策略？这美国真的要思考一下。您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大禹治水的故事了，对，一路就是用围堵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永远就是必须要建越来越高的这个墙啊，但是效果就是没有办法看得出来。那当然，这个也听到先前还记得吗？黄仁勋去白宫跟川普见完面以后出来，大家就问他说，到底中美之间的，尤其是像 AI 这种科技的距离到底有多近呢？他说 We are very close， 我们非常的接近啊，包括 Gen AI， 包括 Agentic AI 啊，这些相关的科技，坦白说，距离真的是非常的接近。那当然，现在华为除了晶片，最近也看到了，它还有另外一款新的产品，就是它的折叠萤幕电脑哈，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惊艳，就是 MacBook Fold 啊。那非凡大师这个也是呢全球最大的商用折叠萤幕电脑，它展开萤幕呢可以达到18英寸。好，它采用的是超轻薄折叠设计啊，这个折叠状态只有13英寸，那展开之后达到18英寸，最薄的是7.3毫米，重量只有1.16公斤。所以呢，大家在看到那个 demo 的时候发现，特别啊，因为像我们喜欢用折叠的话，我们就看它中间的折痕，就那条线到底清不清楚，专家就看这个了哈。所以我想请教黄老师啊，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华为的晶片战略，那接下来特别是在科技自主化这个部分，华为如何去引领中国大陆整个科技自主化这样的方向？其实过去从美国开始限制啊，就强力的限制科技对中国大陆的输出以后，中国大陆所展现的自主研发能力就已经非常惊人了。你除了我们讲的这个3折的手机以外，现在是折叠式的笔电。对，其实还有很害人的就是机器人跳舞，这些都是累积起来啊，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是更大的加深美国这个华尔街到华盛顿精英的这种集体焦虑感，那使得中美关系在出发点上面就不可能从正向去考虑，它的竞争会更强烈。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在规格上将来一定会跟美国进行世界分割的一个开端，会变成未来的世界可能是2大系统，中美就各自研发，各自的有自己的。因为我那天是跟去听一场研讨会，他特别就是把现在的 AI 应用服务，他们做的非常的多，包含机器人，然后整个机器手背，已经不再是这种工业4.0的部分，而是真。